家好，欢迎收看洗小厨和他的菜园子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些既好看又好闻的薰衣草干花和香包。薰衣草有几十个品种，我现在呢种了4种。第一种是狭叶薰衣草，又叫英国薰衣草，英文叫 Lavandula angustifolia， 它是属于真薰衣草 Lavandula 品系的。这种薰衣草平时很常见，它的出油率和出油品质都很高，所以是制作薰衣草精油的好材料。我是种在了花盆里，如果是直接种在地里的话，会长得更好。这第二种是宽叶薰衣草，它也是真薰衣草品系中的，但是它的叶片比狭叶薰衣草要略宽一些，所以叫做宽叶薰衣草。我这一颗颜色比一般的薰衣草颜色更蓝更紫，我很喜欢它浓重的色彩。这一盆是羽叶薰衣草，是由于叶片呈羽毛状而得名。这一盆的花虽小，但是最大的特点就是花期特别长，在我这里几乎是一年4季开花的，不像其他的品种只有春季或者夏季才开花。这一种在花的顶端有兔耳朵一样的花瓣，有时像蝴蝶一样，非常美，属于法国薰衣草品系的。这次我用来做干花的呢，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英国薰衣草和色彩非常漂亮的宽叶薰衣草。这2盆英国薰衣草呢，是我今年刚种的，所以很小一颗，分枝也不是很多。如果可以种在地里的话，而且再过个1-2年，它就会变成很大一颗，就能开更多的花了。在我制作干花时这些花是属于一半开放，一半还没有开。你也可以等大部分花都开了再剪下来。我现在在只有一部分开放时就剪下来呢，这样能保留更多的香味儿。在哪里剪合适呢？一般呢是从上往下，上面的第一对叶片以下剪断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想要插花，而且花瓶比较深的话，那么枝条可以适当的留更长一些，再往下一些的部分剪。这种英国薰衣草的品种，它的花茎比其他的薰衣草长，所以非常适合做插花。剪好的薰衣草花，我们把它分成若干簇。我是按照长短的不同来分的。在每根主枝的花茎下端有2根侧枝开出的小花，为了美观，我把这些小花去掉。这些长的等一会儿用绳子捆起来晾干，这些碎的就放在篮子里晾干就可以。用麻绳把这一簇捆起来，然后悬挂在能够遮风挡雨又干燥通风的地方。一般1周左右就可以干透了。我这些呢，由于天气比较热，而且又比较少，所以晾了4天就干得很透了。晒干后的薰衣草，开放的花瓣会重新闭合，而且颜色也没有那么鲜艳了，但是芬芳的味道却特别浓郁。我们来做个天然质朴风格的花瓶，把这些薰衣草干花插起来吧。噔噔噔噔，简单的花瓶就做好了。
这盆宽叶薰衣草长得比较矮，它的花茎也比较短，所以不适合插花。我打算用它来做干花香包。晾晒干花的方法和刚才的做法一样。用麻绳捆住晾干。如果把它们装到盒子里，储存到阴凉干燥处，好几年以后还会有香味呢。现在我们来做薰衣草香包吧。首先，我们把像种子一样的干花从干的花茎上剥离下来。然后把这些香香的颗粒装到带抽绳的香袋里，挂到衣柜里或者是衣物袋里，防虫又分香，保证你的衣服香香的。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束口袋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口袋吧。我找到了一个麻线编的布，没有这种布也行，用普通的布料也可以的。剪下一块长宽1扎左右长的小布头，简单淳朴又天然的小香包。把心爱的薰衣草做成干花，留住夏天的美丽和芬芳。薰衣草啊，真的是非常美好又实用的花。我最喜欢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了。除了做干花，薰衣草还可以做精油、泡茶、做美食等等。当然要根据不同的用途来选择不同的品种。好了，今天的薰衣草和薰衣草干花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继续关注我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关注我哦。顺便点击一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的更新喽。好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一期再会。